2天前，我们看到一个新华社通稿，说是要灭火了，是吧？说白宫正在筹备，川普要针对种族问题发表全国讲话。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CNN 据说是有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一直在筹备让国务卿蓬佩奥针对种族不公正的问题发表演讲，但是被蓬佩奥拒绝了。在美国社会中，有没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我相信最好别问，因为有，但没有人敢于把它说出来。别说在美国全国了，在一些民主党控制的州，孩子要去上学，学校如果敢问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有没有身份，都是违法的。美国整个的氛围，不仅没有人敢说出类似种族歧视的话，而且在前些年，是吧，在奥巴马当政的时代，针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在就业、就学各方面都有一些强制性的扶持政策。这次有许多人投身到抗议的活动中来，有几个人是真的要求平权的？有多少人是为了来作秀的？那么更多的人我们知道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是吧？抢一票搞个大的。很多华人中文的媒体也介入进来了，官方的就不去说它了，是吧？美国出现点问题，中共是最开心的，其次是伊朗，再次是俄罗斯。三胖这边出了一点故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金宇镇，很少能看到朝鲜关于这方面的消息了。但是所有针对美国的国家，或者说长期受到歧视、受到迫害、受到制裁，或者正在有这种担心的国家，都非常开心。他们在不断的推导出美国在这次游行示威过程中死了多少人。美国的军方发出了与总统不一致的声音，从国防部长到军方的将领都不赞成由军队来镇压自己的公民。反叛乱法能不能使用到这次的游行示威中来，争议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减少了对警察局的拨款，转而投放到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一类的，叫什么呢？中国人把它理解为叫治胃病。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段子，是吧？扁鹊说他的医学成就你们看起来非常高，但他在他们家是最没本事的，因为他的哥哥可以治胃病，在你还没有得病的时候他就把你治好了。这就如同我们讲的上将无赫赫之名一个道理，他把危险消灭在萌芽中。其实这一类的思想应该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难做到。
所有的调整政策都是基于一点，帮助你能自立，你能让自己更强大。那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年以来，非洲裔这个群体在美国不是最受歧视的，而且即便给了他们很多扶持的政策，效果不是太好，是吧？刚刚任命了一个空军参谋长，3军联席会议的，是个黑人的4星上将，这能证明什么？黑人都能当总统了，现在任命一个现役的将官担任一个军兵总的领导人，纯属画蛇添足，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任命，意义并不大。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歧视，譬如说白人不敢歧视黑人，是吧？他敢歧视墨西哥人，他甚至敢歧视白墨。你的肤色即便是白色的，他也没有拿你当白人来平等对待。那华人呢？二战中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黄皮猴子，你认为它仅仅是针对日本人说的吗？今天的美国其实歧视无处不在，但是没有人敢大张旗鼓的搞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种歧视。其实在美国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首先，政治正确就压迫你不敢张扬自己的主张。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到处都是律师，高昂的赔偿法庭绝对是要坚持政治正确的，甚至他不惜去支持巨额的赔偿来让你吸取教训。说到底一句话，就跟杀一儆百是一样的。中文媒体中一贯在宣扬一点，白人向黑人下跪，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看到的照片和影像都是单膝下跪。单膝下跪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没去想过这个问题，听到下跪就自然想成了双膝下跪。中文的世界中，你可以跪天、跪地、跪皇帝、跪父母最近几十年流行跪搓衣板，是吧？跪键盘其实向领导下跪，因为他掌握了财政大权呀，对不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是女方来主管财政，应该来说，结婚的时候就要把工资上交工资卡就不归你了，你手上能掌握的就是一些灰色收入，要是你命好，你的小金库甚至大于你的工资收入。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这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但整个家庭创造财富的是谁呢？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中国大多数家庭是靠男方来挣钱养家的，所以中国人经常提到一点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中国人看到很多宣传，尤其是模棱两可的宣传，总是把它套入中文的语境，其实跟西方要表达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在这一时刻，看到国际媒体是吧，大牌的美国媒体都在追着蓬佩奥开刀，有什么感觉其实我告诉你，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一个政治家。蓬佩奥你别看他胖乎乎的，
中国的媒体连续骂他几天，他都不回应你。你不要忘了上一份工作，他的上一份工作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在美国，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政治正确的，人总有自己要守住的底线，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看着人家起哄闹事儿你就跟着。当你的店面被砸了，当你也受到这种骚扰，甚至成为暴行的受害者了，你就会知道，行为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玩的。参与进去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你自己的位置。在海外离开中文圈以后，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如果你的自我定位是错误的，它不仅会误导你，而且会影响到你今后的人生。好了，谢谢大家，再见。